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喜欢中餐还是西餐？小美啊，今天我们聊聊吃的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美食了，哈哈。那你喜欢中餐还是西餐呢？这个问题可真把我给难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一般人都有偏好呀。如果非要选，我可能更爱中餐。哦，能说说具体是为什么吗？中餐种类多，口味丰富，家常又舒服。没错，中餐确实选择特别多，对吧？是啊，从川菜到粤菜，各地特色都有。你平时在家会做中餐吗，小美？当然啦，我常做一些家常小炒呢。哇，听起来你很会做饭的样子。还行吧，就是喜欢那种家的味道呀。我也觉得中餐的烟火气很棒。对，那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呢。那么，西餐在你心中地位如何呢？西餐嘛，偶尔吃吃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比如披萨、意面和牛排之类的吗？是的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西餐菜品。你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吃西餐呢，小美？可能是和朋友聚会或者约会的时候。感觉西餐比较适合有仪式感的场合。有时候工作忙也会点个披萨啊。哈哈，西餐确实方便快捷一些哦。是啊，它能很快的解决一顿饭呢。不过，西餐吃多了会觉得有点腻。没错，中餐吃不腻，可以天天吃。你觉得中餐和西餐的食材有什么不同？中餐蔬菜多，烹饪方式也很多样啊。西餐感觉肉类和奶酪用的更多些。是的，所以西餐的热量可能更高吧。健康角度来看，中餐可能更好。但西餐也有沙拉，比较清淡的菜呀。说得对，不能一概而论，各有特色。两种美食都有各自的魅力和优点呢。如果只能选一个，你真的选不了吗？很难啊，它们满足了不同的需求。我也是，有时候想吃米饭，有时候想吃面包。对，胃口会随着心情而变化的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都喜欢呢，小美？当然可以啦，小孩子才做选择呢。哈哈，这个理由我非常赞同啊。毕竟美食是用来享受的，不是吗？说得太好了，享受美食最重要。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餐点呀。没错，饿的时候什么都好吃，哈哈。你说的对，饿了就什么都香啊。看来我们俩都是吃货本尊了。那下次我们一起去探店尝尝吧。好主意啊！你喜欢什么菜系呢？我吃什么都可以，哈哈。哇，你真是个不挑食的吃货。是啊，只要好吃我都爱吃呀。那我们先从中餐开始探店吧。可以啊，你想吃哪个地方的呢？我想尝尝川菜，够味又下饭。川菜，麻辣鲜香，想想就流口水。对啊，吃辣的感觉真过瘾呢。那西餐你喜欢哪种类型呢？我喜欢意大利面和披萨。哦，意面和披萨也都很美味。尤其是薄底披萨，香脆可口。我喜欢意面，酱汁浓郁的最好。你喜欢红酱还是白酱的意面？我更喜欢白酱，奶油味很足。哈哈，我也是白酱的忠实粉丝。对了，你平常会自己做饭吗？偶尔会做一些家常菜，不难的。哦，那你会做中餐还是西餐？中餐多一些，炒菜比较方便。我觉得中餐的烹饪技巧更高。是的，火候掌握很重要啊。西餐好像更注重食材本身。
还有摆盘，要好看吗？对，仪式感也是西餐的特点。所以西餐厅的环境一般都很好。是啊，很适合约会或者聚餐。中餐更适合家庭聚会，热闹。气氛不一样，吃的感受也不同。那你觉得中餐健康还是西餐？我觉得中餐更健康一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什么依据？因为中餐蔬菜种类很多，均衡。烹饪方式也很多样化。对啊，蒸煮炖炒选择很多。西餐的肉类和奶酪比较多吧？是的，高热量食物也比较常见。不过西餐也有健康的沙拉呀。沙拉是不错，但主食油炸多。哈哈，果然各有优缺点啊。所以我们才说都喜欢，哈哈。你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美食？我想去尝尝正宗的粤式早茶。哇，早茶很棒，点心精致美味。还有西餐里的法式甜点呢。哦，马卡龙和可颂，太诱人了。精致又美味，简直是艺术品。听你这么说，我都饿了呢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什么问题啊？你快说吧。你觉得中餐和西餐哪个更适合日常吃呢？我觉得中餐更适合日常吃。哦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因为中餐种类多，食材也更家常。是啊，而且烹饪方式也很多样。对呀，每天吃都不会觉得腻。西餐可能偶尔吃吃更不错吧。是的，西餐很多高油高盐的。哈哈，不过偶尔放纵一下也行。偶尔的美味很让人满足。你平时在家自己会做饭吗？会啊，我经常自己做中餐。哇，那你会做什么菜呢？我喜欢做一些家常菜，比如番茄炒蛋。不错啊，番茄炒蛋很好吃。你呢？你会做西餐吗？西餐啊，我只会做简单的意面。意面也很棒啊，配上肉酱就更好了。是啊，但我更喜欢中餐的炒菜。那你最拿手的一道中餐是什么？我最拿手的是宫保鸡丁，哈哈。哇，那可是硬菜啊，真厉害。还可以吧，就是比较费功夫。听起来就很美味，有机会尝尝。下次你可以来我家尝尝看。好啊，那我可不客气喽。哈哈，没问题，我很欢迎的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学的菜系呢？我挺想学粤菜的。粤菜啊，讲究清淡和原味。是啊，而且点心都特别精致。我想学法餐，那些酱汁很神秘。法餐确实很考究，每道菜都像艺术品。对啊，摆盘也很漂亮，很有仪式感。所以价格也比较贵，哈哈。哈哈，偶尔体验一下就好了。你觉得饮食习惯和文化有关吗？当然有啊，这是密不可分的。比如中餐讲究团圆分享。西餐则比较注重个人分餐吧。是的，餐桌礼仪也有很大不同。筷子和刀叉也很有趣。说到餐具，你更喜欢用筷子还是刀叉？我觉得中餐用筷子最方便。是的，夹菜非常灵活自如。西餐当然还是刀叉更适合了。看来不同菜系搭配不同餐具是最好的。这才是享受美食的正确方式。说得对，仪式感也很重要。是啊，吃饭就是一种享受。你最喜欢哪种中餐呢？我喜欢川菜，又香又辣。哦，麻婆豆腐和水煮鱼。对，还有火锅也很棒。我更喜欢粤菜，清淡些。
比如虾饺和烧麦吗？是的，它们的味道很鲜美。那西餐你喜欢哪种呢？我喜欢意大利面和披萨，我也很爱吃意面。特别是番茄肉酱面。我喜欢奶油蘑菇意面。哈哈，口味不太一样啊。对啊，各有各的好吃。对了，你觉得中餐和西餐的烹饪方式有何不同？中餐多是炒、蒸、炸。西餐好像多是烤、煎、灼。是的，制作过程很不一样。中餐调料也更复杂吧？各种香料，味道浓郁。西餐常用芝士、黄油。还有迷迭香、百里香之类的。对，味道清新，各有特色。你有没有尝试自己做西餐？有啊，做过简单的沙拉。沙拉算比较容易做的。我还尝试烤过鸡翅。哇，听起来很不错呢。但是中餐的难度更高。是的，火候和刀工很重要。对，要学好久才能掌握。我觉得做饭很有趣。能吃到自己做的美食很满足。你平时在家做中餐多吗？大部分时候还是中餐。我也是，吃着更习惯。西餐偶尔出去吃吃就好。感觉中餐更适合日常。是的，种类丰富，选择多。而且很多家常菜很健康。清蒸、炖煮都不错。西餐的油炸会多一点，比如薯条、炸鸡什么的。所以不能经常吃太多。偶尔解解馋还是可以的。对了，你喜欢喝什么酒配餐？中餐我喜欢配白酒或啤酒。西餐一般是红酒或白葡萄酒。是啊，红酒和牛排很配。白葡萄酒配海鲜也很好。你平时喜欢喝点什么？我更喜欢果汁或者茶。哦，你更喜欢健康的饮品啊。不太爱喝含酒精的。对了，饭后你喜欢吃甜点吗？超级喜欢，尤其是西式甜点。比如蛋糕、提拉米苏那些。对，还有马卡龙啊。中式甜点你爱吃吗？比如汤圆、绿豆沙这些。或者桂花糕、红豆糕。偶尔会吃，但不如西式多。我倒是觉得中式甜点更清爽。确实，没有那么甜腻。我喜欢那种淡淡的甜味。哦，原来是口味不一样啊。中西式甜点各有各的好。对了，你最喜欢哪道中餐？哇，这个问题有点难啊。哈哈，因为中餐选择太多了。硬要选的话，可能是麻婆豆腐吧。哦，经典川菜，很下饭。对，香辣的味道特别棒。我最喜欢番茄炒蛋。哈哈，家常菜之王啊。是啊，简单又美味，百吃不厌。那西餐呢？有特别喜欢的吗？我喜欢意面，特别是肉酱意面。哦，意大利面确实很受欢迎。对啊，味道浓郁，很有满足感。我喜欢牛排，7分熟的最好。牛排确实是很棒的选择。对了，你觉得食材方面呢？中餐的食材种类非常多。蔬菜、肉类、海鲜都很丰富。西餐是不是更注重肉类？感觉是，但也很多芝士、黄油。哦，还有很多特别的酱料。对，酱料是西餐的灵魂。中餐的调料也很讲究。葱姜蒜、八角、花椒等等。这些都是味道的精髓。感觉我们聊不完这个话题啊。是啊，美食总是让人兴奋。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尝尝。
好主意。去吃哪个菜系呢？先去试试你最爱的家常菜。那我就期待下次的聚餐啦。下次咱们早点定时间吧。对啊，别又等好久才吃上。那你对中餐的烹饪方式有何偏爱？我喜欢清蒸的，比较健康清淡。哦，清蒸确实能保留食材原味。西餐是不是烤和炸比较多呢？烤牛排、炸薯条都很常见。我觉得中餐的炒菜也很有特色。没错，火候掌握是关键。还有那个炖汤也特别滋补。对，慢炖的汤味道确实浓郁。你觉得中西餐哪个更注重摆盘？西餐好像在这方面更讲究一些。是啊，像艺术品一样漂亮。但中餐的色香味俱全也很棒啊。中餐更追求整体的和谐感。对了，你喜欢吃甜点吗，小美？超级喜欢，尤其是西式甜点。哈哈，提拉米苏、芝士蛋糕那些。是啊，还有马卡龙和布朗尼。中餐的甜点好像种类没那么多。像汤圆、月饼，主要是节庆食品。还有一些豆沙包、桂花糕什么的。虽然好吃，但日常吃的少。那你觉得中餐和西餐的用餐氛围呢？西餐比较安静，有情调一些。中餐就比较热闹，适合聚会。感觉中餐更有人情味，是吧？没错，围坐一桌，其乐融融。那你对饮品搭配有什么看法吗？西餐通常会配红酒或白葡萄酒。还会喝些餐前酒、餐后酒。中餐的话，茶和白酒比较常见。还有啤酒配烧烤什么的，很过瘾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吃过特别的融合菜？有啊，上次吃了一个中式披萨。哇，听起来很有趣，味道如何？挺特别的，上面有烤鸭和京酱。哦，那确实是中西结合的很巧妙。你呢，有尝试过什么特别的吗？我吃过日式意面，口感很特别。日式和意面，听起来也很有创意。里面加了海苔和明太子酱。感觉融合菜把两种文化都带进来了。是啊，美食的世界真是无边无际。看来我们对吃都有很深的研究啊。哈哈，下次我们一起去探店吧。没问题，你喜欢哪种风格的店？我想去那种有特色的小餐馆看看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想问我什么问题啊？你平时喜欢自己做饭吗？有时候会做一些简单的。比如呢？你最拿手的是什么？我喜欢做一些家常菜。番茄炒蛋啊，那真是经典。是啊，又快又好吃，很有满足感。你会尝试做西餐吗？比如意面？偶尔也会做沙拉或简单的意面。听起来你也是个美食家呢。哈哈，只是喜欢吃而已啦。相比之下，你觉得做中餐难吗？中餐调味比较复杂，要学很久。是的，火候和香料都很讲究。感觉西餐的烹饪方式更直接。各有各的特色和挑战吧。你呢？你会不会自己下厨啊？我也喜欢做，不过做的不多。哦，你最擅长做什么菜呢？我会烤一些简单的西点，比如曲奇。哇，你会做甜点啊，好厉害！哈哈，只是兴趣，不是专业。下次有机会可以尝尝你的手艺。没问题啊，欢迎你来品尝。那真是太棒了，我很期待哦。对了，说到吃，你喜欢辣的吗？我很喜欢吃辣，无辣不欢啊。哇，
我也是。那我们口味很合。是啊，比如麻婆豆腐、水煮鱼。想想都流口水了，哈哈。你能吃多辣呢？是微辣还是特辣？中辣没问题，特辣就有点挑战了。我也差不多，太辣会胃不舒服。但偶尔吃一次特辣也很刺激。是的，那种挑战的感觉很过瘾。那你吃西餐会加辣酱吗？哈哈，会加一点，比如塔巴斯科。哦，看来辣味真是你的最爱。没错，它能让食物更有层次感。有道理，辣味确实能提升食欲。除了辣，你还喜欢什么口味呢？我喜欢酸甜口的，比如糖醋排骨。哦，酸酸甜甜的也很好吃呀。对，感觉很开胃，也比较清爽。那西餐里有你喜欢酸甜的吗？像柠檬塔或者一些水果沙拉。西餐的甜点确实很诱人。是啊，各式各样的，很有创意。看来我们对美食都有很多想法。是的，聊起来总是意犹未尽啊。是啊，美食的话题总是聊不完。没错，我都想现在就去吃一顿了。哈哈，我也是，有点饿了呢。你平时自己在家做饭吗？偶尔做做中餐，比较简单那种。比如家常菜，对吗？对啊，像番茄炒蛋就很拿手。听起来就很美味，我很喜欢。那你呢？会自己做西餐吗？西餐基本不怎么做，有点难。确实，很多西餐步骤比较复杂。我更喜欢尝试新的餐馆，哈哈。这也是一个好主意，很方便。是啊，可以品尝不同的风味。找时间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尝尝。听起来不错，下次一起去探店。好的呀，我来找找合适的店。太棒了，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我也觉得会很有趣，很期待。美食的魅力真是无法抵挡啊！没错，它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，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方式呢。说得真好，不同国家的美食，能让我们了解更多风土人情。对，每次品尝都是新体验。下次我们可以聊聊旅行美食。这个话题也很棒，我喜欢。肯定会有更多有趣的故事呢。是啊，光是想想就觉得开心。看来我们共同爱好还挺多的。哈哈，是啊，很聊得来呢。每次都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。真的，一转眼就到时间了。不过今天聊得很尽兴啊。是的，从头到尾都很开心。对美食的理解又加深了呢。谢谢大明分享这么多想法。也谢谢小美，每次都有新发现。是啊，感觉时间真的飞逝。没错，每次聊天都意犹未尽啊。但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该说再见了。真的，很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。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帮到你，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新方向哦。不管是中餐还是西餐，开心就好。对，享受美食才是最重要的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拜拜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拜拜，期待下次与你空中相遇。